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林亮君，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新年恭喜啊！立法院荣誉顾问3Q 哥陈柏惟，大家好 ，Thank you。要吉祥话吗？对，我刚才也想说吉祥话，第一枪就爆了要现在就讲吗？要从你开始啊！从我开始好，再来一爆了次。小虎哥好，大家好，新年快乐，祝大家蛇龙舞春，香槟龙舞春。好 ，OK， 阿苗，你要再来一次吗？哦，安尼哦，新年恭喜哦，心想事成，事事 success。OK， 来3Q哥陈柏惟，好，祝大家灵蛇出动哈，每天都行动力、活力满满。好 ，OK， 好，来右手边问题要请到台北市议员周小平，大家好，这个蛇年行大运。好，战略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蛇不好讲，对不对？祥蛇互岁，四季平安。好 ，OK， 来财经专家邱敏宽。祝大家青蛇年什么都有，什么都好，全家都平安。OK， 好，那今天是大年除夕，好不好？在除夕的时候，对于台湾人来讲的话呢，大家都会围炉，大家要除夕一起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一天。新闻面对所有的工作同仁，也祝所有的观众朋友，当然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过去这一年的支持。那在今天呢，也特别祝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宋强龙迎金蛇。富贵满门，笑呵呵。OK， 好，那在未来来讲的话，那也希望未来这一年都能够风调雨顺。当然，你现在在除夕这一天，大家围炉的时候，一定会讲到过去这一年，大家包括在不管是个人的领域里面，包括在工作方面，感情方面，很多的方面，到底成绩怎么样啊？然后包括也希望祝福未来的一年。今年对现场所有的来宾来讲的话，如果这过去一整年要您在不管是从国际、外交、政治、军事、财经、娱乐、体育各方面，如果要你挑一件你觉得最大、最重要，让你觉得是影响过去这一年最重要的事，我不知道现场来宾大家会挑哪一件事，我们就以来宾大家所挑的事情，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一起来分享过去这一年，您心目当中到底会哪一件事？来，小编，从你开始。当然是柯文哲的事件嘛。你告诉我，我揭发的，对，这是一个。这个从开天辟地，这个台湾光复以来台北市最大的弊案嘛。然后2014这个历史很讽刺啊。2014的9月5号，他宣布参选。对，那整整10年，一天都不差。过了10年，2024的9月5号，他被收押禁见。OK， 不胜唏嘘了。好，说实话，这真的是不胜唏嘘。有人说南柯一梦，真的是南柯一梦吗？而且时间，我们那时候在节目里面就讲过，刚好是9月5号，对不对 ？OK， 好，那小明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来，亮君。我的话，当然第一个大家也是都一定想到柯文哲，因为有时候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就是他刚开始出来之后怀抱理想，然后这个吃着卤肉饭出道，结果你看他现在是因为什么？因为独后金华城，其实他跟财团都站在一起，这个是让大家觉得，反正就是跟过去10年前完全截然不同。这第一个最震惊的。但是呢，这除了政治以外，我想讲一些这个我们台湾的骄傲啦，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女儿我们林玉婷这个去年拿到了世界拳后，然后还有这个倪飞雅拿到变装皇后冠军，这也是我们台湾骄傲。去年也是值得让大家骄傲的事情。对，那就让大家又拉回到在去年在年中的那个时候奥运的那个时候，那个过程当中，大家还记得那个过程当中，大家全国力挺林玉婷，对 ，OK 那一段，那他也用实力来证明说他真的就是拳后 ，OK。好，那除了这样，来阿妙，这个对我来讲柯文哲的政治现金和木可公司。这个最震撼，因为金华城的话，我早就知道了。对，那个过程还有很多是你跟他之间连线的画面嘛。对，我这个2021年1111在一场，我跟他1对1，那才叫定勾机了哈。对。但是政治现金真的没想过。讲到我就伤心了，111是光棍节，好不好？好，那祝福今天购物节脱单成功，好不好？就是你完全没有想过一个标榜最清廉当招牌的人，对，竟然就是他去做了蓝绿都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事情。我觉得那个甚至比金华城更跌破眼镜。因为金华城嘛，官商勾结，这个大家看很多了。对，但是政治现金洗到人头公司，还有自己授权给自己，我觉得那个算是创台湾的这个选举史上第1名的记录。OK， 那阿苗刚刚讲这个，那待会大家聊起来的话，就一定会出现。我讲各位以前有在县市首长办公室收过政治现金或什么这些的吗？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贴过。胆子这么大啦。我不要说踩着飞轮收，我讲的是在，因为我必须讲，在市长室，就算你政治人物，你说有没有其他一些政治人物也有政治现金或什么？但是我相信，毕竟那是有一个公家有某种程度有官威的地方在，怎么会在市长室收这样的一些钱？而且讽刺的是，市长室到11到12，那是为了你万一烧火逃生让你逃的啊，真的好。结果是送钱的管道，就是那个什么电梯，还有个电梯上的安全，应该这样子。他进去是一堆人办公，然后办公室主任、市长然后就比较大的官，那再来就他的自己的办公室。那他的办公室后面就是一个小床一个楼梯，可以我冲到12楼逃生用，所以就变成官商勾结的输送带了，这个逃生道。这个就是那时候的匪夷所思，是那时候连民众党陈志海他们就讲说，记得吗？那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他们是讲说你们不要侮辱全台北的公务员，对，市长是怎么可能会有人这样？对，但是很遗憾是，先不讲那个钱是有没有汇款的，有没有什么，但是即便以政治献金法来讲，那些钱一定都不是合法的政治献金。OK， 那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好，这也是阿苗觉得这个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来，廷辉，你觉得最大的一件事？最震惊的当然就是川普中枪这件事情。你看去年的时候，川普因为中枪之后，我当然讲了，他一定当选了，天选之子嘛，对不对？那而且他当选之后，真的改变了。这一枪不是只有打到他，这一枪也把拜登打下来，不是吗？然后也把贺锦丽打下来。对，所以这个是改变整个人类命运的一个关键时刻啊。所以你看到。这一枪，我觉得在去年来讲最震撼。当然，柯文哲的东西也蛮震撼的。柯文哲竟然还可以拿到369万票，我觉得真的是蛮震撼。你知道为什么吗？柯文哲可能那是年初啊，去年年初不是，后来是一路才爆发的。我以前就讲说，他真的，我跟王世坚概念是一样的，他是诈骗集团的头，然后会有一个诈骗集团的一个团体。但问题是，诈骗集团大家早一点看清楚的话。怎么还会有369万人上当呢？也就是说，台湾为什么诈骗集团那么兴盛？其实就是因为那么多人会受骗。你觉得他是政治诈骗？政治诈骗，政治诈骗。可是如果你讲说369万，因为那个是去年年初，好，你说有人还没看清或什么，但我必须说，你说即便到了年底，定勾机还是有很多人呢。那你如果去做包括民调什么，其实挺他的人还是有啊。对啊，那你怎么讲？对啊，但是就是有些人还是被骗了、啊。你被骗了1次、2次、3次，他还是有被骗了、啊，总是有这些人，所以诈骗集团源源不绝。OK， 好，那先不讲政治跟所有，你也要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因为在过年嘛，过年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可能口袋也比较满满，那钱也比较多，那还是要小心诈骗，是真的。因为我们台湾人，你如果看这是正式公布的资料，我们台湾人一天。会被骗大概3到4亿，没错，对，亿耶，对，不是我第一次是因为在一个节目里面，然后一个分局的副分局长，然后他去调所有的资料出来，他在现场讲完以后，我跟他确认了3次，对，我说副座你讲错还是我听错？一天3到4亿，一个月就100多亿啊，对。OK， 好，那真的大家钱包要守好，好不好？至于政治上面，你觉得你是信了他，还是他骗了你，还是你觉得他？不是像大家所讲的那样，好，那大家各自公平 ，OK？ 来，三哥，我觉得应该是12强吧。台湾队第一次拿下成人组的世界性比赛的冠军，然后打败从来没有输过的日本队。对，那我觉得对我们老百姓来讲，作为一个球迷，它是一种很纯粹的对胜利的渴望，还有对这个棒球对一个运动艺术的追求，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让我，因为我这几年其实有一段时间，我突然讲自己的故事，好，可以啊，来，今天过年有一段时间蛮迷惘的嘛，不过经过12强之后，比较能够坚定自己的目标。你那一段的迷惘，为什么经过12强，你能坚定自己的想法？因为去年11月才不迷惘了。哎，真的，其实就是拿到冠军，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起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什么，他也看不到未来要干嘛。三哥，你讲的是你说从立委，然后后来罢免以后，然后一路那段时间，你自己觉得有点浑浑噩噩的。被罢免之后，对啊，对，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有那段时间。OK， 那现在就是逐梦踏实，一步一步走，有事情就做，珍惜现在每一场这个机会，这样子。OK， 很好。真的。我觉得三哥刚讲的是啊，所以12强对你来说意义非凡。对，有点这种找回初衷的感觉。OK，因为三哥你也喜欢打球嘛，对不对？对。
哦，你自己也有垒球队，除夕快哭了。啊，对你有垒球队，我有足球队，到时候可以来个交流。怎么交流？足垒球，对，就是我们的目标应该设定在说，有一天要有能力那个租一个大巨蛋，应该是阿苗拜3Q 胜，因为他是球棒队。对，第二天再踢足球这样。对，就是然后你的垒球呢是拿足球这么大个去打，好不好？然后你的足球呢是拿垒球去踢。好 ，OK， 那3Q刚刚讲一段，感人，就是其实每个人会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跟理想。来，敏宽，最大一件事。24年来说的话，严格来说，全世界是一个 AI 年哦。那么美国的话就是 Big 7一直往前走，但大家突然间发现哦，台湾这地方不一样，为什么呢？全世界的 AI 打开之后，里面是浓浓的台湾味，从台湾的包括了台积电，从广达一直到鸿海到联发科等等的这个就组合起来，所以台湾人不要再看清自己哦，但台湾人真的太善良，为什么呢？谈论到诈骗哦，24年最重要也是有2个诈骗。一个是政治诈骗，等一下我们来谈柯文哲哦。但我觉得民间诈骗这一定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因为就在过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台湾一天被骗4亿，一年被骗1515亿。各位，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台湾的诈骗集团在台湾的全体上市公司当中可以排进前45名。我连这个都帮各位算出来，所以呢，先跟各位说哈，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我每次看到那种路上哈，有人突然间一个女生，就很年纪很轻，开个玛莎拉蒂，全身名牌的，我就是在想，这到底是贵妇还是诈骗？真的很多事情我搞不清楚，但我真的希望台湾人不要再被诈骗了，因为好多那些诈骗犯家里面搜出来5000万的现金、3台的跑车，各位那都是民脂民膏啊。这到底是贵妇还是诈骗？真的很多事情我搞不清楚，但我真的希望台湾人不要再被诈骗了，因为好多那些诈骗犯家里面搜出来5000万的现金、3台的跑车，各位那都是民脂民膏啊。OK， 那透过节目一再的呼吁所有的观众朋友，真的什么网络上面告诉你投资的啦，或者什么甚或因为现在 AI 横行。如果要是你真的接到电话，说什么是你自己的亲朋戚友，然后跟你说啊他缺钱，你听声音很像。你也不要真的相信一定是真的。我们在节目里面大家曾经聊过，如果可以的话，大家所有的人建立一个通关密语，好吧？就是如果自己的亲人打起来，你一定要跟他说新闻面对面，对，这样 OK。你讲新闻面对面，他就知道，你是我们家的人 ，OK。那这时候你往下讲，大家就会相信了，好不好 ？OK。这没有办法，因为现在真的希望大家每分每一毫赚来不易啊，好吧？千万不要因此被诈骗集团拿走。可是如果以大家来选的话，不可讳言，柯文哲这件事情确实在国内政坛过去这1年，一定是我相信也是所有的观众朋友心目当中大概是第1名的一件事吧。包括柯文哲，10年来，为什么这个南柯一梦会让这么多人过去是多疯狂的蜂拥着柯文哲？现在呢，柯文哲当他起家的那个时候，在我们节目里面我讲过，柯文哲第1次来上节目的时候，坐在大安敏宽那，对。来第2次上节目，好像到了第3次，他就已经坐在。各位知道新闻面对面有一个传统，6都市长跟总统大选有一个沙发。对，柯文哲好像第3次来，他就坐在沙发那儿，然后对面有6个来宾。对，然后接下来他再下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台北市长当选人来专访。从来没看过，那不是直升机的速度可以比拟的。但是10年来呢，那过程当中多少人簇拥着柯文哲？现在。那多少人清醒，或者还有多少人会觉得柯文哲是被冤枉了？好，不管，但这个过程当中，小平是你告发的，对我告的，你告的所有那些过程，柯文哲在这整个10年当中，来，你觉得哪一幕让你觉得最震撼？然后那个过程当中，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这件事情对国内政坛未来会造成什么影响？最震撼还是他那一刻被上铐那一刻，就是被羁押上铐那一刻哈。我们除夕夜知道，就是除了回顾过去，也要展望未来嘛，对吧？哈。那接下来，我觉得政坛最有趣的是柯文哲369的票怎么走哈？我觉得第一个哈，然后大家没有忽略到一个现象，就2个党都各有阳谋盘算，很有趣哦。为了2028的选举，那国民党的想法很简单，就是20243组选输了，那2028绝对不可以3组，这是基本的概念。然后这个赖清德最近用了一批阿扁留下来的，我觉得马永成这些智库就政治上蛮能干的人。他们想说，
你柯文的崛起是跟流星一样，现在陨落了，然后呢，以前哦，所谓年轻人20到39是年轻人，我们先定义一下。然后我们国民党开2，他开8，那些被50%被阿扁搞走了，那是我们的钱还给我，你知道？民进党的逻辑，他们逻辑，所以他们会打一场世代的战争，在2028。那可是大家都忽略到一个现象哈，就阿北哦，到后来翻脸了。而且也不是深绿，也不是什么228收难家属，就是甚至有点红了，所以被民进党攻击叫槟榔哥嘛，好，那天然台天然独，那是跟呼吸一样自然，对吧？可是阿北这样子攻击民进党之后，好像这种叫做天然台天然独的对年轻人的土石流，叫省级土石流或者统独土石流，停住了，你们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人深思这个现象？就不是以前这样，就像根本就秋风扫落叶，民进党只要打这种统独战争哈。好，那接下来，那国民党哈，如果还是继续遵从9·2共识，而王金平举出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不谈9·2共识的，至少往中间走了。那民进党是不是能够没那么毒？然后大家来怎么抢夺剩下这个369万票的分？我觉得。2028是精彩可期了，总统胜负。可是柯文哲，我觉得对国内的政坛，我一直讲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阿妙，我曾经在节目里面问过你，他对第3势力的影响是不可讳言。国内政坛，谁告诉你除了蓝就是绿？一定有一大票人会觉得说，我难道没有别的选择吗？对，柯文哲那10年崛起了，大概把所有的第3势力大概都已经全部在他的身边。柯文哲刚崛起的那个时候，现场来宾，尤其当台北市议员的，应该有经历过吧？我记得2014到2015，最好不要在节目上批评柯文哲，因为会有一大票的柯粉，网军也有网军哦，那时候大概会在网络上面把你骂爆，但是后来发现开始慢慢消退，可是不可讳言，他还是有相当的一些实力。可是阿淼，我就讲第一个对第3势力的打击，第二个对于年轻人对于政治的热爱，他旁边很多起家是年轻人，这应该会有很大影响吧。再来就是以后的人捐政治现金。会不会先问你会不会把我摆在那个 Excel 里面，然后或是因为你刚刚讲，因为政治现金的跟穆可之间的关系真的是毁尽3观啊，没有人会这样想啊。那你知道，先讲政治现金了。我相信，如果你捐给苗博雅、林亮君哈，或者是这个还有国维，甚至小平，我也相信我们一定会把你放到监察院的网站上，不会放在自己一个个人的 Excel 里面。因为那个每一笔啊都要跟监察院报收入跟支出嘛，这个是一个 ABC， 所以柯文哲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他对台湾政坛最大的影响是，你那个从2014年318太阳花到现在这10年一路走来哦，他的路线呢是漂移的，在那个车道上是蛇形，还有180度转弯的，这个很惊人啊。你看，我给大家看一段，这是2023年7月10号的报道，他是柯文哲那时候选总统嘛，他在讲说，提到对中国的时候，他说，还公不一定要还中，还中不一定要呛中，因为你知道，朋友要多，敌人要少，最好把敌人限缩了，只剩下习近平啊。这个是他从2014年超越蓝绿，然后承载了太阳花的期望，一直到2023年过了10年之后。他在选总统，突然他的整个的国家的论述也好，或是对中国的关系也好，整个变得不知所云。然后你会搞不清楚说，奇怪，这个人他官越选越大，可是他要做什么事情越来越不清楚，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说柯文哲他的路线可以维持在2014年那个路线的话，我相信说不定今天的总统有可能是姓柯，就是他能够坚持那个。在太阳花运动里面，捍卫了台湾的主权，然后与财团保持距离的这个路线的话，他今天不会再土城过年了。那可是他怎么一路走到这样子，我就很困惑啊。那更何况现在就是说，他的接班人黄国昌，你看他在走什么路线？他已经不是走所谓超越蓝绿、和解共生、推倒蓝绿高墙，他的整个党已经变成是什么？就是反对民进党，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对于他的这个党名啊有点意见，台湾民众党会产生跟历史混淆的问题，但是如果他们现在把这个党名改成讨厌民进党，也蛮贴切的，因为他们的政治只剩下这样啊，不管民进党提出来好的坏的，
全部都要反。好，然后呢，不管这个国家既有的制度，包括了司法院大法官的制度，包括了财划法的制度，然后呢，包括了选罢法的制度，都可以因应当下的政争需要说变就变。那这哪是10年前太阳花的那个精神？所以我觉得，在整个柯文哲的视线里面，你看这个起诉书才还叫精华版而已，190这是精华版，真正的3巨册是这么厚的。那在写什么？竟然是在写柯文哲以及他的党上上下下，还结合了木可公司，结合了这个外面的这些政治现金的这种炼金术。我觉得在10年前参与太阳花的人是完全没想到这一段。阿苗刚刚讲那段太阳花，整个如果说造就了国内在台面上最夯的2个政治人物，一个就是柯文哲，另外应该是黄国昌吧？是。但是在太阳花那一段期间，你还记得最活跃的几个人？其实应该是林非凡他们。对，我还记得太阳花最后要上街头，礼拜6要上街头前一天晚上，礼拜5，林非凡来上面对面。然后陈为廷他们就大家各自到一些政论节目上面去，希望能够在礼拜6的时候吹出最大的能量嘛。那时候不可讳言，在太阳花学生族群里面，应该是以林非凡为首。是。然后那天林非凡来上节目的时候，你眼中看到的就是很有热情的一些学生孩子们。因为我一直都记得那天来的时候，一进来，因为那天来宾都到，然后我那天因为还有其他节目录影，然后我比较晚到，一进来的时候，林非凡就先站起来，萧哥好，然后萧哥希望能多帮忙这些，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你看不到任何对于政治或是对于有任何利益上面的任何一些纠结在里头，你只看到一个孩子，他觉得他们在做的那时候是记得反服贸嘛，所有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有理想，为了自己的理想在做一些事情的一个孩子。但是现在看起来，在政治能量上面，因为太阳花整个攫取的。应该一个就是柯文哲，一个就是黄国昌，一个是民众党前主席，一个是民众党现在的主席。但不管怎么说，好，总是看到了那一段到现在，只是未来到底民众党会怎么样？刚刚阿苗特别讲，柯文哲如果要是理念没有变，如果他当然你说跟财团之间的关系，像他自己讲那些人刀叉吃人肉，他不会一起去吃，然后包括他自己对于台湾的一些主体意识的想法，如果是这样，会不会现在总有进柯？但廷辉为什么最近？这一阵就从年前一直到现在，大家在讨论柯文哲最多的是柯文哲什么时候？你说他对政治理念或对钱的感觉有没有变，那是一回事。但是他跟老共之间，第一个他是228受害家属，第二个他总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吧？他除了叶克膜可能去过中国大陆几次啦，或者什么这些，他的对两岸之间的关系真的因为两岸一家亲一句话就变了吗？是这样吗？叶克膜的事情事实上我在商言商啦，基本上他卖叶克膜或干嘛来讲的话，我觉得那都 OK 啦，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一段的来讲的话，有人说跟那个器官摘除或什么东西有关我都还不至于这么看，我基本上都认为说他是个商人的概念但是到后来为止其实因为我们绿营的跟中国大陆还是有一些学者会接触的时候，这时候到了2012年跟13年的时候，开始慢慢的有感觉到有一些氛围不太一样什么氛围不太一样？因为2013柯文哲有到中国大陆去了，到延安去，对不对？大家知道说他到延安说要去学习共产党怎么打败国民党的，那25000里长征那时候毛泽东怎么出生的，然后怎么就是说柯文哲有一个论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学习的时候，是因为过往国民党教导大家嘛，所以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失败者。那你是怎么会从失败者的观点去看一个胜利者，就是共产党的胜利者的角度？就你旁边的是失败者。国民党教导大家嘛，所以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失败者。那你是怎么会从失败者的观点去看一个胜利者，就是共产党的胜利者的角度？就你旁边的是失败者。不，现在的国民党跟以前国民党不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怎么这么讲？我的意思是说，柯文哲他的讲法是这么讲。所以他是什么呢？他去跟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后来因为当时他去的时候，又进去了人民大会堂。那因为到人民大会堂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各个系统的人都在那现场，因为后来都来跑来跟我讲说，所谓各个系统是对国安部、统战部、台办、解放军，什么各个系统都有，
你想得到的所有涉台系统都有，都在。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柯文哲某种程度就已经有点做研究了吗？有期待，做研究跟期待，而且呢，那时候因为爆发了太阳花学运之后，他们更加在关心一件事情：台湾有没有办法可能形成第三势力？所以我回推啦，因为通常来讲的话，你只要去听共产党他在问什么，你大概就可以回推他们在研究什么。那研究什么的时候，你大概可以回推说他们已经开始在接触哪些人。OK。所以这时候我就认为说，柯文哲已经被接触了。那基本接触的话，我就基本上不太相信他，因为如果他被接触，他没有出来跟大家讲，或是说他到底跟人家讲什么事情的时候，对我们这种研究两岸关系或对研究国际关系的，都会比较有一点警惕在那里。就是所以你弟说，警钟就开始出现。如果他那天去人民大会堂，就是他看着那个2万5千里长征那个图，那他后来有拿回来摆在他办公室。当他知道旁边来接触的有这些，包括统战部、国安什么什么这些，他应该要回来让大家知道说我在那里有碰过这些人，对，而不是点点。你觉得点点就表示他心里力有所图，而且他讲了什么话，他跟对方承诺过什么东西，这个基本上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曾经有做过柯文哲的两岸的部分的研究，发现到他跳来跳去，跳得太快了。跳得太快的时候，中间有一些东西是什么？是迎合对方，而且最近不是还有所谓的国安的高层，就是以前的国安高层释放出一些讯息，基本上那个都是以前我们的老好朋友啦，以前都是在教我们，因为他以前从西点军校学了一套东南西校，后来帮李登辉总统弄了18套剧本来应付96年飞弹危机吗？如果他都这样讲的话，那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当中来讲，可能跟对岸之间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不为人知的。所以我有时候常常上电视，我常常讲说，柯文哲，你要不要把2013年当时你进到人民大会当中跟人家讲了什么话，你把它交代清楚。你讲过哪些话，你把它讲清楚，对不对？讲清楚就没事了。问题是还是讲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大家怀疑说他私底下有没有私相授受的这些事情发生，更何况在选前之前又爆发出什么多少亿，2亿多还是几亿的这样的一个2亿美金吗？对，2亿美金的事情，没有要拿2亿美金，对，可是看是不是结了？对啊，问题是那个资金怎么来的？是谁提供的？你觉得真的有啊？我不认为说有或没有，我是认为说，那你很多事情都是会声会影，你要把就讲清楚，你不要这样子让突然间讲出来，然后又否认又没有，然后让国民党背黑锅。对，有时候会变成这样子，有时候说不定是有些私下管道在处理一些某些事情，我们不晓得，因为共产党的手段非常凶狠跟阴险嘛。大家知道啊，你如果说，因为现在共产党还有维持以前在延安时代的习惯呢，他们是晚上在加班的，而且晚上不睡觉的，他们是那种晚上不睡觉，通常都是匪帮才会这样干嘛？现在还有人用这个词，匪帮来讲，你如果是白天这个睡觉，然后晚上不睡觉的，这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鸡鸣狗盗之徒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我说啊，就是说。我说，如果你柯文哲跟这些人混在一起的话，你要学习他们怎么打败国民党的，我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你学习到他的那种阴险、险恶，然后搞得大家整个局势那个乱七八糟的，这个我觉得他基本上人格就有问题。那如果人格的人设有问题的话，其实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不相信他了。我不相信他。我说为什么说到后来的那么多人369万人还被诈骗？因为他可能看不清楚情势，那为什么看不清楚？因为没有讯息释放出来给大家看嘛。你看到，因为他被起诉之后，多少的东西这个金流来来去去的东西，大家越来越清楚，那个图像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很多人就什么就离开了嘛，对不对？因为知道真相嘛。所以诈骗集团永远是诈骗那些不知道真相的人。OK，现场应该有很多人已经没有听过。什么是蒋帮？什么是毛匪？你听过了？我知道你一定听过。以前我们亮君、阿苗可能都没听过。我们在课本要看课本，小平一定听过了。对，你们是蒋帮嘛？像他们这个年纪只听过匪类，好吧？就是做人很差那种叫匪类。我们是叛乱团体，以前蒋介石把它定位的。OK， 但如果真的讲话，但亮君，如果你自己看的话，好了，廷辉一直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有369万人要投。但是平心而论。那是年初，我一直讲那年初啊。你说有很多人看不清，可是到了年中，当8月开始，而且这是从突然之间查账，那个账钱，然后开始金华城整个再蹦出来，那跟滚雪球一样。你觉得柯文哲是什么时候？包括他对钱的价值变了，你自己判断，他对钱的价值变了，或者他自己对政治，政治我讲，人家说2张票嘛，钞票跟选票，政治人物一定要的是选票啊，但。
柯文哲什么时候觉得钞票选票都要，胜或要钞票高于要选票？我觉得大概就是其实几个关键时间啦。第一个就是他2024年的时候，当时选台北市长素人嘛，然后当时民进党没有派人，然后全力挺他，那他也高票当选。但是你看到说他当市长，他身边很多人其实都过去绿营的这些幕僚，非常重要的幕僚，就现在被告了一堆嘛。对。那你看到他身边的幕僚一离开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迹象。为什么这些过去我们支持柯文哲民进党支持柯文哲，或这些愿意帮他的这些幕僚，都相信柯文哲素人，然后他可以对台北市带来改变，然后不一样的做法，有别于过去的官僚体制、过去的国民党等等的作为。可是呢，旁边的这些重要的官员，譬如说包含督发局长林周明、观传局长简于晏，然后他的副秘书长李文英，这些其实在过去这些专业领域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精英哦。那一离他而去，那这就是一个警觉嘛。柯文哲当时2014年他是什么？他说用人我最重视专业，要相信专业，对不对？那当他不相信专业的时候，那他什么？他相信他自己，或者是他相信他自己身边更接近、更亲密的人，他的幕僚已经完全换另外一批了。所以我认为，在当时开始有柯市府这些官员局处首长决定离开的那个时间，柯文哲就开始变了。那再来你可以看到说，在应该是在2019。因为他2018年连任嘛，然后应该到2020总统大选，蔡英文连任之后，后来其实大家就一直传出说柯文哲要准备阻挡。当时我记得第一个讲这件事情的人是现在陆委会的这个发言人梁文杰。当时新月梁文杰他就讲到说柯文哲要阻挡，而且名字叫做台湾民众党。当时没有人相信，大家讲说对，然后就完全命中。好，我不管说梁文杰他是刚好命中，还是说真的有听到这个消息，总之可见啦，柯文哲他对他的政治路径已经开始有他全新的规划跟想法，他不单只是作为民进党。把他拱起来当市长，他不想要说因为他拱起来，他就一定要去听说民进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或许他在市政上面他就有方向上的限制，他要自己做王。您讲他要自己做王，对，其实你说他那时候民进党拱起来以后，他是不是还要受限于民进党？当他2018跟民进党拆伙连任以后，是。那个完全可以看到，你光记得北门会是，对，他跟小英总统两个人不可一世，那个脸色，那个不可一世对啊，是不是？对，那个脸色，而且后来不是邵逸夫他们讲传出来，那个李文忠他们还跟小英他们那边人讲怎么样？他说是来求和还求饶，我忘了，他们还跟小英那边讲，对，怎么样来求和吗？是这样。不是再怎么样，你很难想象跟总统会面，然后是那样的表情，还要人家传字条，对，镜头拍的太难看了，这些，你就可以知道他那个时候现在好了，就阻挡嘛，对，阻挡当然那从此以后就走自己的路啊。是啊，那他走自己的路之后，好，那当然，那他走自己的路，大家想说好，你要走自己的路线，那你如果要自诩为第三势力，关键少数蓝绿以外。更清廉、更专业、更重视民意的一个政党的话，好，你要这样走路，这个路线也没有问题。可是你看到他上任之后你看他后来不管在国会里面，或者是在这个社会上所推动的这些议题，看起来都蛮进步的。什么居住正义啊，都是他高喊的嘛。可是你看这一次的民调，从这个当然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拿到26%的选票，刚刚讲了300多万的选票。可是呢，他一路掉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台湾民众党的支持度只剩下11.9%。这么巨大的落差是什么？这个落差就在于说，其实他从他阻挡之后，一路到他选总统，这中间其实整个支持者已经换过一批了。对，换过一批了之后，大家本来有将近25%的支持者相信他，但是在政治现金爆发之后，大家又开始对他大打折扣，而且是大幅度的大打折扣。那柯文哲从过去的2014年一直到现在10年之间。大家10年认识一个人，然后虽然大家会讲，我觉得很多人从去年大家看到柯文哲案子就一直讲说，过去这10年是不是大家浪费时间？就是说，因为太阳花的运动崛起了柯文哲跟黄国昌，现在看来这2个人都跟过去10年完全长得不同的面貌，大家会觉得当时是不是这10年我们浪费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这10年之间，台湾真的进步非常多。不管在经济面上，在社会面上，我们都有更好的表现。那至于这些刚刚提到的政治诈骗的部分呢，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对待一般的诈骗集团，就把它扫进历史的灰烬了。Thank you， 你觉得你现在真的完全了解了柯文哲吗？Thank you。我一直都觉得我是很了解柯文哲的，只是没有机会
讲出来给大家听而已。哦，真的吗？柯文哲找过我2、3次嘛，然后在独派的立场来讲，我这样子接触哦，他们很担心我会被感染。他什么时候跟你接触过几次？因为这跟他刚才讲有没有变化会有关系，你知道吗？第一次是2020我当选之后，我记得他一路从3月份约我约到8、9月才成型，而且他很认真哦，他换了5、6个地点，所以他这个人他要见你的时候，他是非常厉害的。他第一次跟我约台北市政府，我说我不要啊。第二次跟我约餐厅，我说我不要。第3次的地点更好玩，我不知道你们台北市有没有听过，他会约一个某个分局的2楼。那分局2楼是干嘛的？约在分局真的那把台北市政府当什么东西？在分局的2楼，所以你们都没有被约过。我上次跟另外一个被约过的讲，他说有，他也有提供这个地点。真的哦，没有，就是谈不好就抓起来。我们的话，我们一定开大门走大路啊，要见市长去市政府啊。不是，又不是我要见他，是他要找我嘛。所以第4次是约他朋友的家。哦，他到第5次他怎么讲，你知道吗？因为我一直拒绝嘛。他跟我讲的讲法是说，不是这样子啊，我作为一个台北市民哦，就跟立法委员陈请去你办公室可不可以？所以他第5次是来我办公室。哦 ，OK， 这个就正常了。你讲到这样子的情况，我不可能拒绝了嘛。所以我那个时候还跟我那个时候前公司的同事们报告说，我会跟他见面啊，不要乱想。然后他来的时候，我就把录音笔放在桌子上。所以我那个时候还跟我那个时候前公司的同事们报告说，我会跟他见面啊，不要乱想。然后他来的时候，我就把录音笔放在桌子上。真的啊，你是大拉拉的摆，让他知道蔡壁如陪同。然后我说全程门要打开，我很怕那一场出去被乱传嘛。还有得瘟疫嘛？你干嘛怕你这样子？没有，你会担心出去以后，对，不知道会传出Thank you， 我告诉你，其实啊，他看到柯文哲哈咖啡戏，其实对老百姓，Thank you， 给他2亿美金。其实对老百姓来讲很没感觉啦，但对政治圈来讲很敏感嘛，就好像蓝绿高层密会啊，然后说2个政党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会有。结果开了大门，摆了录音笔，能聊什么？从头到尾都在聊书。他就跟我讲他看了什么书，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离开民进党？然后他又问我，他又跟我讲另外一个书啊，问我声量，问我网路，问我年轻人，他大概就是把我做市场调查，跟我分享他的政治选战心得。他说你知道吗？我这个叫超前民调，我要掌握20到29就掌握选战的胜利啊，然后我们就来沟通，其实是比较像是选战技术的分享心得啦，真的，所以在从那个沟通里面，我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有目的性的，而且他是行动力很强。就是我如果要20跟29，我会用尽一切能力去取得那一份这个数字，就去取得那个选票。那个时候我知道的他是这样子嘛。当然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又发现一件事情，我后来被罢免。我被罢免的时候，他其实有出来讲话。柯文哲有出来讲话，他说民众党不参与罢免陈柏伟行动，原因是什么？他接受这个新闻的访问，他参加活动新闻联访，他说：“我去年跟他讲过话嘛，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理想的年轻人。我现在看到这些案子，回头想，我靠，他是在笑我没钱呢。他每个碰面的都20、30、50一岁哦，只有跟我碰面之后出去说这是一个很有理想的年轻人。”约了5次没半个蹦子。好，但是呢，我觉得柯文哲他很精准啊，就是第三势力一直都是一个课题嘛。那我们也看过很多不同的第三势力。我跟柯文哲聊天的过程，以及他后来的做事行事方法，他把台湾的第三势力定义成什么？定义成讨厌蓝绿的不沾锅选民。所以这一个政党，它必须要几个条件。第一个，你必须要本身很干净，你如果不干净，你要演得很干净，像黄国昌。那这可以这样子的吗？可以这样啊，两边骂嘛。陈婉慧那边去弄，你觉得大声什么？你在大声什么？你看到黄国昌在2024选的时候，是不是他还大冲压还直播？对，我跟你讲，黄国昌2020选完的时候就有开过直播了。他那个时候他的频道叫台湾的下一步，到处去演讲，然后又梳那个头是看起来就是头发会发很油亮的那一种啊，然后在那边用很高科技的影片动画去做很有质感的什么政策论述、科学成物流干嘛啊？可是因为那个妆化太浓，所以年轻人看了会觉得距离感很重。所以他后来就变成一个会没事拨头发，然后抛一些网路梗的。所以
整个政党都在往网红化的方向走，事实上也取得成绩。那360万票是这样来的。我们要知道，老百姓没有办法天天，不管是看政论节目或是看新闻，他是上班下班回家下班加班回家睡，回家可能如果有生小孩顾小孩，那没有时间接收的。所以他的政治新闻来源，这个叫原子化选民，是透过同事朋友以及抖音短影片，这一些片段的讯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有一个风向，你看一个政治人物下面3-5个留言都吹捧他，这个人很快就被洗进去了。这样子的票，柯文哲、民众党是非常多的。那这样子的选民怕什么？怕你染上颜色。黄国昌怎么斗争时代力量？你小绿。然后黄国昌现在是不是小蓝？黄国昌现在就是小蓝呐。可是黄国昌绝对不会说自己是小蓝。他也不会让小蓝的标签贴到他身上，所以他就是个不沾锅。那这个不沾锅过去就已经有发现过了。当然我们像这种素人的，我们就是很像蓝绿不沾锅，因为我们没有传统政党的包袱。可是这一次他们又加码一件事情，我们不止不沾锅，我们还能执政。这件事情是过去第三势力做不到的，因为第三势力你要县市首长或者是立委单一选区，你必须要蓝绿合作，你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路，你一定要跟蓝绿合作，或者是说我们合作完之后我可以做自己，这是2件事。但是黄国昌为什么从实力去民众党？因为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他有能力证明自己可以走出第3条路，我可以独立在蓝绿夹杀之间选上台北市长。台北市长哦，还不是访寮镇长，还是什么访寮乡长，台北市长哦。所以黄国昌之前在时代力量的时候，我相信亮君，我不确定亮君有没有听过，但我有听过。2018年的时候，其实党内就有在讨论一件事情，要不要派县市首长？有吧？有啊。然后当时黄国昌其实就有讲，他想要选哪里？台北市吗？是台北吗？有听说。有听说了。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就有想选县市首长，也是在那一次之后，他们跟柯文哲开启第一次接触。那柯文哲就跟他讲，我连任嘛，不然你等4年后嘛，有机会给你嘛。4年后决定怎么样，给黄珊珊，然后让黄国昌来不分区。所以黄国昌跟柯文哲很早就有建立管道了，是这样子来的。不然的话，黄国昌如果像现在这种国昌的野望，2018就天喝出来选市长嘛，2018到无国昌啊声势上好的时阵，得了总统府呢，为什么没出来？跟柯文哲建立连线了。好，那他们有默契，未来就最后的那一场戏就是谢谢主席，然后加入民众党哈，然后你当总统，我当法务部长，你没当总统，我当立法院，我当立法委员。但是后来怎么样？这种投机分子，最后就是谁取巧谁得胜嘛。所以把柯文哲关进去之后，黄国昌成为实质党主席。这个第三势力未来会不会再出现？我觉得还是第三势力就跟年轻人一样，他只要有年轻人想要参政，他就会出现。但问题是我们经过很多次的试错，柯文哲最后成功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他贴近了第三势力，反而是他贴近了传统势力。他跑去跟沈庆金要钱，跑去做黑金，甚至跑去做红统，然后才会拿到那一群深蓝的资源。然后这一些人假装他是第三势力，两边骗的结果之后得到360万票，仍然不足以撼动大卫，因为他第3名。宋楚瑜的票都比他高，所以下一个第三势力会长什么样子？第三势力能不能从这些试错之中学习？那最后要跟蓝绿传统2大党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永远没有办法消灭第三势力，就像老公司永远没有办法消灭新创公司。新创公司它会不断的存在，是因为大公司它就有它的传统，有它的阶级，有它死板，有它的包袱，所以年轻人他们很容易的会想要去选一个不是传统的政党。这个也是素人参政的优势，也是它的价值。但问题是，素人同时他也代表了没有经验，然后一盘散沙，容易分各个击破。所以看到柯文哲最后的下场，其实不胜唏嘘。除了他政治路线的失败，以及他最后还是投靠了传统势力，并没有真正走出所谓的第三势力的新的一条路。OK， 可是对于柯文哲这所有的，尤其是后来大家在解密中，不管你是从起诉书或所有爬书里面，除了3Q刚刚讲好了，这是我们在节目每次讲第三势力的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但还有一段就是你要告诉电机所有的观众朋友，你如果是有意参政的人，你真的不要以为选举是一门好生意，然后是一门可以赚钱的生意。真的没有，真的不是，应该不是吧？对，没错，完全不是。没有，我只知道，我怕有很多人从这一次看完以后，突然发现原来选举是一门的好生意，有这么多的钱，有这么多的这些。敏宽，我讲的是对的吧？对，没错。就政治，我还是回到那句话：选票、钞票，你选一样。要钞票的人去做生意，要选票的人你去选举。
但这个中间两边会不会有可能会交流？当然有可能，各自有需要，但是不要一个人想要两边都要。没有错。来，柯文哲哈，刚才其实大家都已经谈论他的政治了哈。我讲柯文哲，他一生最大的缺点，各位书只念一半了。他最大的麻烦就是书只念一半。我把柯文哲，我所看到的柯文哲跟大家看到的柯文哲比较不一样哦。最近这1-2年，其实在台北市有很多关于柯文哲的鬼故事。那这个鬼故事什么时候会出来呢？就是大家在酒酣耳热之后呢，这些大老板们啊，他们还不敢说自己哦，他都会说啊，我跟你讲啊，我有一个朋友哦，我这个朋友吼，当时吼啊，摕偌济啊，好柯文哲啊，这柯文哲吼就唔正经的啦，还港铁钱拢买板书，好啊，当然就各位这个是晚上大家吃的嘛，那我们就听。他听了1个讲，听了2个讲，听了3个讲，听了4个讲，那各位3人是会成虎的啊。那到底这些事情是真的假的呢？各位，起诉书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是真的嘛？后面起诉书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是真的，但是我们后面讶异的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他会络绎不绝的听到有一个人他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啦，我的竞选哦啊，我最近要选举啊，我没有办法装潢。各位，钱就来了，各式各样奇怪的理由，各位各式各样奇怪的理由。所以呢，后面各位钱源源不绝的来嘛，所以我后面我就很感叹哦，就说第一个。钱你要有舍有得，古代的人跟我们说什么呢？说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哈，陈水扁的女儿可以很骄傲的说一句话，对不对？你们哪个人没有收过我爸的钱？但柯文哲的儿子只能说啊，我爸哪个人的钱他不收，嘿，他只能讲这样子，他其他的他也没办法。那为什么呢？原来柯文哲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他书只念一半。中国人自古而言做生意，各位2个字，诚信。什么叫诚信呢？你今天拿了钱要办事嘛。柯文哲很大的一个麻烦是，柯文哲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他常常一味速卖，他今天又要卖绿营，那时候在整个包括了立法院长的争执当中，他今天又要卖蓝营，那个时候已经6点签约都签了，出来就说我的头摇不摇？那天进来的时候，其实，在5哥的节目啊，我们在外面看到怎么一个竞选人他垂头丧气的进来，签了6点，结果签了6点，隔天之后，各位他反悔了，结果后面还有更夸张的，还居然跟中国眉来眼去。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因为很简单，他知道他没资源。那我今天我没资源，我就让他东找西找，东找西找。可是各位，书不能够只念一半啊！为什么书不能够只念一半的呢？后面有发现柯文哲最大的问题是他书念一半，所以呢，他东西就是想要快，想要立即，想要马上成功，所以那个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让他忘记了。人死要留名，虎死要留皮。你历史留名的一个问题，会比你去拿那个几百万、几千万要更重要。但后面最大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我们去想一件事情哦，柯文哲有过过什么苦日子吗？根本没有。他一直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愿望是说，他想要跟毛泽东一样。毛泽东在撂倒国民党之前，各位他搞革命搞了28年，那28年当中最苦的在延安，撑了12年，连馒头都没得吃。他那个时候连资源都没有，人家是在那个时间点去想要如何去把整个这么大的国民党给撂倒。各位有没有撂倒？各位他撂倒了。但今天柯文哲对于整个台湾人来说，最大的一个困难，最大的一个麻烦是，柯文哲他是井底之蛙，他是一个医生，智商157，可是麻烦书念一半。书念一半，很多事情没有融会贯通，他只想得快，只想要快速的达成，他没有想到说他今天做的这些事情会伤了多少人的心。他只想得快，只想要快速的达成，他没有想到说他今天做的这些事情会伤了多少人的心。但现在这件事情有好有坏，什么叫有好有坏呢？坏的部分的话，大家都看到了嘛，现在柯文哲要在牢里面过年了，后面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个影响。但好的部分是，大家的心并没有被磨灭掉，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事情超越蓝绿，我认为未来还会有一个新世代的英雄。但这个新世代的英雄什么时候会出现呢？下一把吧。从上一把的一个陈水扁到现在的柯文哲，下一个新的英雄会是谁呢？要有大位置。以前宋楚瑜叫省长，柯文哲叫市长。第三势力没有了，因为没有明星球员。对，没有了。下一把会在什么时候呢？但现在对台湾人来说，很多人的整个新政治在这个地方也都石沉大海。OK， 小平，你讲说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大的位置，才能够出现就你口中的明星球员。
就你看你现在看起来，你觉得未来没有这个机会了？没有机会，因为小平支持我就有了。哦，小平，阿苗已经直接开口了，那我刚好就被开除史上党籍。最大3分球纪录保持人。应该这样讲哈，什么叫大人物？哦，我们定义什么叫大人物，有2个指标。那大人物有的位置还是失败，大人物就是叫宋楚瑜跟柯文哲，当过省长、当过市长，很厉害吧？好，为什么这2个会失败？我跟你讲，很简单，他们没有方向感。大人物是你有大位置，还有方向感，不然你还是一时的跟流星一样。你有使命啊！请问你为什么要投宋楚瑜当总统？请问一下，甚至说宋楚瑜选了输了30万票，不管任何理由啦，什么弃联保扁都不谈。他选完以后，他成立亲民党，他的方向感是什么？我讲个小例子，那时候秦金生找民居正去，然后就去他就成立大会，然后因为宋楚瑜拜托秦金生，那时候是秘书长找的，就听，他听宋楚瑜讲了第一句话，民居正掉头走掉。知道为什么？民居正很重视方向感，大家同意吧？方向对，没错。宋楚瑜讲的第一句话，民居正就听不下去了。宋楚瑜说啊，我们选举选完输了30万票，输为可惜。可是我们这股力量还是要延续，对不对？哈，延续就表示对选总统输一点不甘心嘛。亲民党成立，什么叫亲民党？就是要亲民爱民。亲民党干嘛呢？亲民党就是要追随人民。你不去带领人民，你追随人民，就是个没有用的人嘛。就这么，这叫方向感。我再讲完柯文哲，柯文哲的方向感就是追求金钱，好，然后呢，为这个瞧不起没钱人，然后为有钱人服务，就是他对于郭台铭这种很有钱人，他是非常莫名的崇拜，这就是柯文哲对人生的方向感，对政治的方向感。请问柯文哲的两岸政策是什么？谁讲得出来？没有。柯文哲，你知道为什么要成立台湾民众党？除了他是台湾人要骗一些票以外，如果请问他心里一直骂蔡英文，一直骂民进党，那他跟国民党走得比较近，大家同意吧？好，虽然最后分手，请问他DNA 1秒钟的反应哦，他讨不讨厌国民党？是讨厌的。他觉得容不下中华2个字。我们分很多的系统嘛，叫意识形态。然后我是中华民国派。这个派在国民党里面应该是多数，结果是少数，所以我们很艰难。那柯文哲他同不同意成立中华民众党？不可能。台湾民众党就可以。好，所以他心里还是绿的，就是不要说是绿，是打心里厌恶国民党的，真的。他厌恶国民党，但是他不厌恶共产党吗？对，他不厌恶共产党。他厌恶国民党，共产党厌不厌恶不敢这样说。可是他因为到后来跟共产党取得一定的结合度，做了很多共产党想要他做的事，我不敢说指使，就包含骂蔡英文，然后每一件事都找麻烦去搞民进党，这是他的政治目的。这不见得是自然就天生的叫做意识形态。我这个一定要讲得很清楚啊。这今天政治不谈方向感，不谈意识形态是没有资格做政治人物的。一定输。好。再回来以后，再回到他成立了这个台湾民众党，那为什么台湾民众党2句话讲完？我跟你讲，那个卢秀燕跟赖清德在2028都发抖，他只做2件事。那青年是不谈的基本的。1，我们什么主张啊？趁国民党是9·2共识的时候，我的主张就是1互不隶属两岸，2我就是华独，你是台独，我是华独，2国论，那你是9·2共识。搞不好他选赢了，这是两岸的意识形态内政。你问凭什么要拿到年轻票？年轻人要你认为你是他朋友，对吧？大家阿苗你同意吧？你做了每一件事都搞年轻人，好不好？你们思想有没有替年轻人做过任何一件事？还拿财团的钱，年轻人最恨这种价值，都一定倒，跟土地财团在一起。所以这2个内政跟两岸全错，所以就倒了。很简单，就这么简单。可是小平，你刚刚讲，如果真的讲，是不是要有个大位才能够当？对了，阿苗刚刚已经直接跟你说了，好吧？那要你的支持，看阿苗。拜托。选议员要选市长了吗？他经过今天的节目以后，他搞不好就开始决定是这样。可是你刚刚讲那几个人，我们如果这样讲，当然我同意要有一个大位才能够去，毕竟有那样的知名度，有位置才能够再往上进驻。对，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明星球员有这样的位置？我同意。宋楚瑜跟柯文哲2个人中间，你举2个历史人物就知道他们会败在哪里。宋楚瑜像不像当初的项羽？宋楚瑜如果不是，我跟你讲白了，因为他系出国民党，宋楚瑜心太软。是他如果那个时候就是不顾跟国民党的情谊，他就是自己要一个朋友教坏了，叫做任贤齐。对，心太软。他
如果真的就是自己就是要打到底的话，他赢，他是总统了，是嘛？项羽那个时候如果不跟刘邦画楚河汉界的话，他就是一定把刘邦给干掉，就追杀掉他，对，追杀掉他。项羽后来他是因为妇人之仁这一块，柯文哲呢，同样的一段历史，刘邦项羽约定谁先入咸阳谁为王，谁先进刘邦，刘邦进去开不开心？开心到爆。你知道乡巴佬进城，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皇宫，从来不知道原来皇帝可以有这么多的后院。他那个时候左拥右抱，所有的那些没有人要打仗了，因为我先入咸阳我为王。如果刘邦还是那样子，今天的历史就没有汉朝了。后来刘邦等到开心了一阵以后，旁边包括他旁边那几个，这时候旁边的人很重要，好不好 ？OK， 你就知道了。包括张良他们就直接跟他说：“沛公，你就是要在这里了吗？如果你要在这里的话，我们全部都死局一场 ，OK？ 因为项羽不会饶了你，而且你接下来没有人可以打仗，每个人都被麻痹掉了。”刘邦这时候突然惊醒，就直接把宫门全部封掉，然后出来把整个咸阳让给项羽，不带任何的包括金银珠宝，直接部队带出去，后来才有刘邦的汉朝。柯文哲就是进了咸阳城了，看到了这么多的金银财宝，这时候就在咸阳城不出门了，从此以后这样，而他旁边没有当时刘邦旁边的张良这些人。我不知道蔡壁如那时候如果在他旁边，或是那时候台北市政府的那个财务长还是谁，梁秀菊，但他是一个公务员。对，他是公务员，我知道。没有政治思想。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旁边有像当初刘邦的这些人，你进了咸阳，你就以为你真的是王了吗？你看到金银财宝，你就觉得真的这些都是你的了吗？你如果看现在柯文哲的政治现金，我不知道啊，因为医生当然生活不会不好过，这是柯文哲他们自己说的。但大家医生也没有看过一次有人拿个300万，然后你在踩个飞轮的时候，人家拿300万来，更不要说有没有更多的钱。你这两个历史人物就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后来没有办法成大业啊。那现在还有没有？我不知道啊。阿苗能不能够有小平的帮忙？能不能？我不知道。未来再看这些。可是因为刚才讲柯文哲，再往下讲，3个你刚刚提到黄国昌这一段，你说他有没有要选台北市长？亮君，你演时代力量对不对？对。后来有一天是周伟航周老师在我们节目里面他讲，他说那时候为什么黄国昌会挺那个徐永明出来选党主席？是因为要卡你，对啊，去选党主席。是啊。好，那一段你现在看到柯文哲辞了主席，然后黄国昌现在是代理主席，他也已经在年前的时候他就宣布他要参选民主党的党主席，你的老战友吧。OK， 是吗？不堪回首。好，你自己会怎么看？接下来黄国昌带着，包括定勾机，包括一路下来发展。我觉得当然黄国昌都希望整个政党能够在他的控制底下，所以为什么他离开时代力量？离开时代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我们不可讳言，在时代力量里面，大家有不同的系统，你说有黄国昌的，有林昶佐 Freddy 的，或者是这个邱显智，这些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在政治上有不同，大家对于这个政治上跟其他政党的距离，大家其实是有不同的想法。刚刚3Q 讲到说这个，黄国昌是不是有想要选台北市长？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黄国昌是强烈抨击这个台北市，大家对于柯文哲的距离，他也一直在反抗说，这个柯文哲讲两岸一家亲，是非常过分的。然后当时呢，时代力量还有相关的大游行，然后抗议等等的，然后一直不断的骂台北市的这个党部主委林昶佐。那但是其实隔了一年，时隔一年，2019年的时候，我是2019年退党的。2019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2019年大家还记得的话，2019年当时这个柯文哲他成立了台湾民众党，有一个游行，有一个活动，居住正义在龙门广场。当时还扎营还露营然后隔天才有一个这个现场的这个演讲接讲。当时就是黄国昌第一次正式的跟柯文哲同台，因为大家也记得2018年那个时候这个黄国昌其实是很抗拒跟柯文哲在同一个场合出现的。如果有跟柯文哲要出席同个场合的话，其实是他会要求幕僚要特别错开的。就王不见王了那当然他到底是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总而言之，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柯文哲更加的紧密，开始进一步慢慢的就是渐进式的有关系的这样。那后来当然到这个2019年，最终他在这个时代力量里面引发大家很多的这些内部的纷争，大概还是对于总统的支持到底要怎么办。
当时黄国昌就有一直传出说黄国昌想要选总统。那当时呢，这个在党内的时候就有很多讨论，我就说没关系，如果我们有要派人出来选，没关系，我都支持，那我们就赶快派。好，要不然我们现在就要赶快决定，要不然蔡英文跟韩国瑜如果时代力量选不出来，那很抱歉，我想这个党不能待了。这样子。那后来就真的其实后来就大家一直迟迟不做决定嘛。那后来我也离开了时代力量，一直到选前3天，黄国昌才在澎湖，我记得是在澎湖辅选的一个场合，黄国昌才勉为其难的讲出支持蔡英文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黄国昌他的个性、他的性格，就是全部的事情都要在他的掌控之下，包含谁要接班时代力量的党主席，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你可以跟蔡壁如交换经验。你可以打给他扣。你说他是时代力量的蔡壁如？没有，不是，是说跟他分析一下，分享过黄国昌的黄国昌的模式大概是怎么样？柯文哲的政党群性输送属于太多这个不一样。你知道他们国民党群性那个是要吃很多苦，受很多难，维持好的关系。那一套功夫，这2个毒夫是学不会的，都没办法，也吃不了那个苦。那一套功夫，这2个毒夫是学不会的，都没办法，也吃不了那个苦。对，好。可是你现在看到的是阿淼，你现在看到最起码黄国昌，代理主席接下来了，他如果要选党主席，当然你说看年后 ，OK， 那没有党的选举。可是，一般预料了，他当党主席的机会当然非常大。不管年后他有没有当选，光现在代理主席这段期间，那当然言必称柯文哲。可是，在整个从立法院以这样，你可以看得到。蓝白经过了这一仗，第一个柯文哲再被压在看守所，然后接下来黄国昌代理主席，包括最近的所有年前的，包括总预算的所有这些法案，你可以看得到，就可以明白的讲，蓝白2大阵营在未来可见的未来，一定就是绑在一起非常 margin 的一块了，就是这样。现在他们就是披着白皮的蓝嘛，就是这样啊。你如果说把党名遮起来，你去看他们讲的话。你怎么会觉得这个是什么白色力量讲的话？他们讲的话全部都是深蓝的话，对，是深蓝的话，你有没有听过说这个朱立伦骂赖清德说赖清德是台独插孙？没听过吧？即便是蓝营的主帅都不会这样啊。可是这个黄国昌直接赖清德就是台独这插孙这样，这个比深蓝还深蓝呢。所以这个是黄国昌现在他要维持住那个少数10%的支持度的重点之所在因为我的观察啦，其实我坦白讲，现在他们的支持者其实就是年轻蓝啦，只是说要讲对于可能年轻人说要讲支持国民党很难，他说那我支持黄国昌那其实是一种国民党替代品，那可是这个路线10%就是10%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扩张，说他要选县市长或什么。那这时候有2条路嘛，一条是说，这个回归正道，回归中道。其实刚才钟小平分析的对啊，如果说现在黄国昌回归到这个第一个要反共嘛，然后第2个要彻底检讨他们党的政治现金的这些问题嘛，要跟柯文哲做切割，然后他会变很大。他当然就会，他一念之间啦，能够对，这是正道了。可是还有叫旁门左道啊，什么旁门左道？比如说做傅昆萁的附随组织，那比较轻松吧，对不对？我只有8席，你有52+2，我们2个合并起来，哇，在立法院这个威风到不行啊。可是如果我不跟你并在一起的话，我只有8席，我一天到晚要跟你谈，要跟民进党谈，要跟朱立伦谈，要去游说的人太多了，这个。慢工出细活，他做不来，所以他选了一条简单的路，就是直接被傅昆萁摸头，然后呢跟傅昆萁骂起。那所以这个路线呢叫做短多长空，短多是对黄国昌个人多，因为他靠这个路线，其实现在主席之战在他宣布参选的时候就结束了啦。我讲真的是这样子嘛，他坐稳了柯文哲接班人的这正当性。
柯文哲拿一张白，其实已经掉到我们国民党的猪笼草里面了。你连猪笼草都讲出来了。不，你跟我们合，我们大嘛，我们吃不掉，我会化解你嘛。那你们会把骨头吐出来吗？没有，这个他都告诉他的不是这样想，可能黄国昌可能不是这样想，我是这样想的。他告诉他的支持者说，有一天他会先消灭民进党，再消灭国民党。对。他说他讲那个故事啊，他说柯文哲一出来拿着一张白纸，开始跟他讲说未来民众党10年规划，10年都预约好了。主席任期我看一次也才4年，他也预约10年了。虽然他靠这样子对他个人是短多了，可是对于这个党来说，其实时间久了，你看这个不管是法案啊还是预算，当大家看到说你的在立法院的投票跟国民党毫无二致的时候，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嘛？请问你中间在哪里？一天到晚骂别人是小绿，但你自己就是最蓝的小蓝呢。那如果有正版的国民党可以投，为什么要投你这个盗版的这个柯文哲、黄国昌的党？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政治路线，说实在2个字，可惜啦。你知道，本来好好的一个收割了全部2014年太阳花能量的，结果现在变成是说，在立法院里面，天天都在走这种。这是就第三势力是完全走错了啦。他自己做的这个，他说你在大声什么啊？当然这是个幽默，他也可以说是自嘲。因为他在立法院里面的路线，就是说咆哮，到处咆哮。可是你这样子，就是刚才3Q 讲的嘛，他会吸引一些不沾锅纯色选民，乐子人，乐子人。但是你要靠这个乐子人选上县市首长，甚至说你有一天要执政，基本上是非常困难。可是 Thank you， 这种路线某种走法的话，在未来，因为大家都在讲说立法院嘛，年后一回来，大罢免潮会不会就开始？你就算不是41对38的啦，那最起码你说点名9宫格的，或是就蓝营也点几个，绿营也点几个，你最有经验，来。确实，对啊，大学长嘛，你说未来这样，白营站的重不重要？对蓝营来讲，像月而之，如果有白营的人愿意要挺他，你不管怎么说，总是一股力量嘛。我就说，当蓝白是这样的时候，未来大罢免热潮，你会怎么分析？好，我认为大罢免热潮已经是不可逆的了，已经不可逆了，因为我自己在一些罢免团体里面，我看到的是民团、公民团体。他们自己分工，有人去做网站，有人去做文宣，有人排班做路口。那种行动是多点开发的，那个拦都拦不住啊！我坦白讲，我自己有几个比较熟的选区，我有看到那个群组里面有民进党的助理在埋伏，可是呢，他们在里面甚至连意见都发不出声音，因为他们的主导性，这些带头的人主导性很强，他们认为这些是公民团体引领着民进党要去罢免对方的，不是民进党花钱叫我来的，是我要冲在前面等民进党跟上来的，所以那个已经不可逆了，这个我们去拜托他不要罢免，他也不会理你了啦，所以已经走到这个情况了，国民党也不要再想说什么要怀柔或者是什么找他们劝说，已经跟民进党没关系了，这个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几乎是全国性的，然后蔓延到以前刚开始发生讲要罢免的时候，那个高雄的朋友会说好无聊我们没有人可以罢免。现在是会主动传讯息说我一天打3通电话，打给3个立委是蓝的选区帮忙拉票，问他们罢免了没？他那个动能已经起来了。我跟大家讲，我跟大家保证啦，民进党现在还没有进来啦。民进党如果进来不会长这个样子，我就很简单讲嘛，我们选举造势会怎么样？办个座谈会，办个造市场，300、500人，议员300、500，立委3、5千。等到那个场炸下去的时候，你要怎么回防？第二阶段民进党一定进来。对，民团第二阶段连不到的。对，3Q 我有被罢掉的经验，我有罢人家的经验。对，我知道连署怎么连的，没有那么简单。我也有罢人家的经验，你也有，他在当立法院长，对啊，我这个算双栖选手，所以这不容易吧？不容易，签几万个不容易。所以你说第二阶段一定要有政党，没有政党签不成的啦，不可能的啦。第二阶段的时候，民进党也不能说不了啦。我认为，所以这个我说不可逆是在这边。反而比较诡谲的是国民党的状况。你理论上，你真的要反制的话，应该也要大规模的开始来互相嘛。我觉得国民党异常低调，他到目前为止关于罢免的新闻最有印象鲜明的，就是那一天在自由广场门口，然后几个年轻人，虽然以前当过副文体助理，出来喊话几成了，他喊第一阶段的8成，这1000多张而已。所以
国民党的状况，我反而觉得国民党的声音是很不协调的。那民进党现在已经整合到差不多，就蓄势待发。好，两边的状况不太一样。那国民党呢？因为很多国民党的朋友在这也是讲说，没关系，我们就是那个传统上那句话叫备战而不求战，反正就是每一次那个军事术语都是这个样子。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好，可以差不多。所以国民党呢，可是照刚刚三明讲，照理来说啦，不见得要扣扳机。可是总是子弹要上膛，要准备着吧？国民党有吗？我觉得还没有那你们就坐在这个地方，难道蓝营的支持者会做事这样的状况？应该这样讲，这是第一个是用新法跟旧法。如果用新法的话，这是假议题，没有一个区连得到。我不相信要身份证影本，要拿出3万张身份证影本，这是不会发生的事情。第二，要注意到双方罢免一定要注意到一个天大的事，一堆人会坐牢，就所谓的郭台铭效应。今天如果真的要去查你签，如果真的是调查局介入啊什么，然后监听录音。我跟你讲，我觉得会很多人出事，这是第二阶段联署，第一阶段不会，第一阶段你接上就好了，对吧？你知道连个几千个1%， OK， 易如反掌哈。可10%就不一样。我讲旧法哦，只是选的身份证有任何涉及金钱啊干嘛，反正司法找毛病很容易，就照法来就好了。好，第二个、第三个我讲的是，如果是新法我不谈，我谈旧法。旧法这样下去的时候，就是那个就回到怎么样？刚好在主席选举的时候，国民党，那是一个鹰派跟鸽派的战争，那是一个黄复兴跟地方党部的战争，你知道那个就是展现领导力，就是你今天别人打过来，你如果不还手，猪就不好连任。那如果还手过头的话，那我们又是个很温和的一个政党，我们选民比较温和，那是不是觉得动乱过头了？那中间选民好不好，又影响到民调，很复杂，这是大哉问。可是当民进党如果用旧法全面罢免，猪也不得不还手，不还手你就倒了嘛，就简单这样嘛。所以他怎么还手？那个才是真正的要害，还手几分？那怎么做？怎么部署？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个再看各个22县市的。今年本来理论上不是选举年，我们是大概两年一次地方选举，然后一次中央的大选。那今年本来不是选举年，但后来大家才发现，原来今年不是选举年，今年是罢免年。OK， 那看起来像岳元之在节目里面，他每次在节目里面都讲说，不管大罢小罢，一定有他。那他已经准备好要打这一仗。OK， 岳元之是这样觉得，所以未来是不是因为如果照联署的时间算，金童玉女就是岳元之跟吴佩仪，对哦，就国民党锁定的最可能被罢掉的，因为他只有得39%嘛，对，39%，就是你那一仗嘛，对不对？啊，可是我不会去政治宣传，这个要收业费，对，我不会去做这个事，就不会，就给党黄旅去做吧。OK。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刚刚大家讲到，对了，柯文哲的事情，那所有在未来大家看到今年是不是6月、8月以后，真的会到处都会有一些遍地烽火的一些罢免？但是刚才大家在谈每件事情的时候 ，Thank you， 你刚刚讲12强那件事情对你自己的一些影响跟改变，你终于找到逐梦踏实，可以一步一脚印这样走下来的感觉。从被罢了以后的那个浑浑噩噩，终于找到这。除了你个人以外，你觉得那个12强内仗对你来，对你觉得对台湾？甚或啦，对我们在国际之间，包括棒球啦这些，甚或对年轻人或所有这些族群来讲的话，你觉得它最大的一个意义在哪？或是内仗，你现在最有印象的画面是什么？最有印象的当然是陈杰宪的3分全垒打啦，那个太震撼了，那个现场看你很难言语。你现在最有印象的画面是什么？最有印象的当然是陈杰宪的3分全垒打啦，那个太震撼了，那个现场看你很难言语。那因为我自己去参与这个现场，我是在礼拜5半夜决定出发，然后坐了12个小时的飞机，还转机到韩国，再飞到日本。对，因为买不到机票。对，而且重点是我还不知道会不会晋级，因为礼拜6要打完，我才知道礼拜日有没有。所以我们是在飞机，就是在一切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去。对，你是从飞到韩国再转到日本。对，你还好一点。那天在节目，我们大家在聊棒球的时候，有来宾就讲说，人家跟他说飞到土耳其，对，然后再转到日本。我就跟他说，你飞到土耳其转日本要干嘛？他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算那个包括机票钱，包括什么，就我拿时间去换嘛。所以有人跟他讲说，最划算的你是飞到土耳其，再到东京去，你就知道那一阵子转机一定最便宜的嘛，对吧？可是我的意思说，你要知道那一阵子 ，Thank you 讲的就是台湾人那一阵子的热情，真的是疯狂哎，走在连晋不晋级不知道，我就是去。对，所以他
因为这个真的很感动。第一个，我小时候就想过一件事情，台湾人的国球为什么是棒球不是篮球？打篮球的人也很多嘛，多。篮球有身高跟体型的先天限制比较多，那棒球你会看到高矮胖瘦都有。棒球的成绩也比篮球好多了。我们不是因为成绩啦，真的啦，就是因为电影加农有讲一句话嘛，原住民跑得快啊，汉人爆发力强，日本人会守备啊，然后所以他那个综合的地方会发生在，也就是发生在台湾，就只有台湾有这样子的条件，具备各个不同族群的优势，然后打一个团体作战。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欢团体球类运动、团体竞技，而不是单人竞技。当然，单人竞技有它的美跟它的孤独的艺术，但是团体竞赛它不是自己干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它是要这是一种旋律，那整队的旋律是非常好的。投手不稳的时候，捕手可以给予安慰；打者4棒打不好的时候，5棒可以告诉他没有关系，后面还有8个队友的那种协调性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球场上，这次我们更做到的是场下的调度、勤收。甚至到服装，都有跟以前不一样的改变。我们这是第一次穿我们台湾人自己做的球衣，以前都是迷信，可能比如说其他的大品牌，我们要 M 牌或 A 牌，这次是台湾牌，所以它整个过程里面，我自己当过立法委员，我知道这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是我们所谓的官僚或者是这个古板的窠臼很难把它扒开。可是蔡其昌，我也不能说他凭一己之力啊，但是他的确是因为做过副院长这个位置，他横向的沟通协调，再加上中部的几个立委都是非常喜欢棒球的，中部喜欢棒球的这个热情可以超出大家想象。中部出过几个球队呢？什么年代勇士、新农牛、俊国雄，然后到这个第一金刚，然后到现在台中市棒球队几乎是以前那个新农牛的红猴等等的教练进来栽培，张泰山、林仲秋这些都台中人，然后。你可以想象，廖万坚也有支持。对，所以整个这10年的立法过程，就是先把彩券这个彩券的钱挪过来，做这个黄金培训计划，然后再从教育部以前，因为教育现在是现在是运动部嘛，以前是教育部体育署，体育署下面还有分全民组跟竞技组，我们只能拿竞技组的钱来帮他们的忙，可是我们直接把它拉到部的高度。是用整个他们需要，所以他们这次勤收团队多少2500万，是整个用立法的方式去协助他们能够完成所有的要求，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等于说，你们看到场上的球员、场下的团队、场外的立法委员、民意代表跟政府的支持，以及场上的所有观众，那个是一个同心协力完成一个事情的感觉。那这个当然也很煽情啊，就是当他就是比出这个的时候，比出这个动作的时候，真的是我认为那个瞬间不分蓝绿都真的在思考这件事情。最后我有一个倡议，虽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们现在不是立委，我还是要讲，因为我跟钟小平讲过，我一直到我那个情绪一直在我们试一下打出3分全垒打领先，然后再加4-0，那个情感一直很浓厚，到什么时候泄气你知道吗？到我听到中华民国奥会歌的时候，我就真的泄气了。我们奥会歌不是国旗歌，你知道吗？我们奥会歌是什么？奥林匹克，现场我跟你保证，没有人，大概只有我一个会唱。然后到那个歌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开始慢慢恢复正常，就前面很浓厚嘛，然后要流泪嘛，然后到那个歌出来的时候，想到那个歌是谁的歌，然后就冷掉。我们说不定这一次可以这个透过这个机会，这也不影响国歌、国旗、国号啊，这是会歌嘛，找个大家会唱的，找伍佰的啊，不然找个任贤齐的啊，对不对？找个大家会唱的，这样就完全没有主体性了，没有国家的主体性。不是中华台北是不得已，我们也很好不好？你没有，我们没有要改名嘛，我们是说歌找个大家会唱的啦。歌也不是一个通俗的一个再红的歌星能够代表国家，也没那回事，好不好？没那回事，对，没那回事。那因为三九刚刚讲那个是我们的曲是用国际歌的曲啊，只是那个词是当时有那个奥会歌的，抚慰你心灵嘛。国旗歌还是国家嘛，没办法，我们也很堵拦洛桑协定。我们那这个有争议，我们就暂时搁置争议。对。好，总之12强这一次是一个全国人，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电视有没有办法收集收视率啦？如果有收视率冲60%以上，没有过。的新的整个媒体中没有那么高过的啦，对啊，10几%啦。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很困惑、很迷惘，然后工作上很疲劳，
但是它真的是一个振奋人心，而且团结国民的、团结全体国民的那种一个比赛，非常感动。那个应该对所有的人来讲话，看那个棒球的感觉应该都是一样的。对啊，当天其实很多热血组的他们就出发了，那我们这些爱钱的，我们就在台湾看看转播哦，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节目要安排，很多演讲要去。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了，其实呢，台湾，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哈，那个多感动啊！上次赢是1993年。上次赢日本，在公开场合赢是1993年，28年前。你就想看，我说为什么会连续29次的国际赛都被人家猫着打？人家日本人都跨你台湾啊，就简单的啊，你的压力多好点的啊，反正你都20几年你嘛没赢过啊。但重点是在于这几年，我们觉得台湾有很多地方，包括了棒球，包括过去。很多人来到台湾会吓一跳哎，好多老外来到台湾，我们每次带朋友，你们台湾人有病啊！你们手机放桌上都不会丢吗？真不会丢，真的不会丢。我们的治安就是这么好哦。但就现在来说的话，倒是有一些事情哦，要来这个地方，因为时间也剩不多了，那节目时间都快完了哦。去年其实我坐阿辉的位置哈，那去年我们来谈什么呢？去年来的时候，其实5哥也都还记得，那时候大家在谈一件事情是台塑集团有没有救？那我们说台塑集团就不要救了，那个8万人真的很棒的公司，可是呢，中国亲蒙打吼，没办法，该换要换。那时候我跟各位谈几个方向，那时候谈的就 AI， 那时候包括了谈台积电，包括了谈联发科。我们说如果你积极一点的，可以去做散热哈。那我们说这1年来跟各位做一点小总结哈。这1年以来的话，台塑去年在整个除夕的时候80块，现在各位剩30块，这差很多哈。那台积电呢？台积电在过去的1年，各位它涨了8成，广达涨了4成。那很多人会说，那散热呢？哇，散热更恐怖了。那时候来谈有100多的，有200多的，最高涨到800、900，涨4倍。那到现在都还涨150%哦，因为现在的价格大概在400、500块左右哦。所以呢，重点是在于我们未来的核心的竞争力是在哪边。但我们现在有几个事情是比较麻烦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人家说人是英雄，钱是胆嘛。那我们很多事情是现在在整个立法院当中，执政党你举手举脚你也不会过，那该要怎么办？那后面的钱很多都被绑住了，你很多的政策你要执行，很多的方向你未来你要贯彻要策略，有没有办法去持续的策略下去？这个我们不晓得。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现在是一个困局。什么是一个困局呢？就很简单嘛，3年内无解嘛，3年内无解嘛。我跟黄国昌年纪差不多啊。我们就看着黄国昌从过去的康乃尔的博士回到台湾哦，看黄国昌其实黄国昌我们常常在说他手不懂三步，卡不懂红顶呐，什么意思呢？他没有办法去做太粗俗的事。可是黄国昌拿到麦克风的时候，那时候一上脑的时候，其实还挺厉害的。为什么呢？第一个人瘦啊也帅，上去的时候声音很高，所以他那个爆发性很强。可是讲完呢，没有意见吗？没有，后面呢没有了，叫他扫街，我哈都就他这种很通俗的事情，我就常常问一件事情嘛，整个这么多的10倍秀可以了，如果下雨天可以出门。我就常常在问一件事情很多其实地方议员常常要去吃平安餐嘛，他有办法吃平安餐吗？他大概也没办法，所以政治现在这条是卡住的嘛，他卡住，好，那我们就把它先丢一边。对于整个今天是除夕夜，我觉得很多事情要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台湾今年来说的话，全世界大概都一样因为再来川皇要回归。那川完回归会发生什么事呢？全世界的经济会慢慢的降温一些。那为什么会降温一些呢？前2年太烫了。前2年美国的话，包括了 Big Seven， 包括了辉达啦、脸书啦、微软啦、亚马逊啦、特斯拉吓死人了，各位，特斯拉居然马斯克的身价可以一口气从整个4兆多的台币冲到7兆多的台币，各位就知道那个涨多少了那以台湾来说的话，还好，就是说我们目前过去30年的根基还在，所以我们的经济根基是好的，虽然政治是动荡的那再来的部分的话，其实还是在以台积电为主的，包括了如果说您的资金可以部件的话，包括了台积电，包括了鸿海，包括了广达这第一组。你如果钱多一点的话，包括了未来的话，那个 IC 过去的 IC 是通制的，未来会变定制。那定制会有很多特别的规格，这个的话呢，价格就贵。各位你去想一般通俗车顶多500-600万、700-800万顶天了。当然70-80万的这个算一般车，可是为什么会有车3-4千万呢？定制的嘛。那未来的晶片很多会定制，那定制的时候呢，台湾包括了世芯 KY 啦，包括了微影啦，包括了联发科，这个也可以看但好处是在于，我们目前呢，国发会已经说了，未来迎接川普的一个世代变动是一个新的常态。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大概只有2%，
但是我们25年呢，我们的经济成长率会在3%到3.2%左右，这个数字是还不错的，这个提供给大家。然后再来，台湾现在有2家公司带着台湾一直往前走了，台积电这个大家都知道哦，联发科也要转型了，为什么呢？联发科各位都晓得，它过去做手机晶片嘛，所以它是过度的依赖中国的，所以未来的部分的话，包括了手机晶片，它要开始进军南韩，要进军三星。然后再来的话，苹果的手机、苹果的智慧手表等等的，台湾的设计一哥是持续去往前走的。好，那现在最大的问题来了，川皇回归。那川皇回归之后会怎么走呢？美国问题挺多，美国现在呢，很多人去美国回来哇哇叫，天哪，美国吃个麦当劳台币要600多块，各位就是这样。所以美国的通膨一直压不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川普上来之后呢，简单的说哈，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就是人人有信心。各个没把握，为什么呢？在川普的一个时代，川普他捉摸不定，很多不确定性会大增，所以呢，台湾的好处也变成优点，变成缺点。为什么变成缺点呢？这一波呢，川普一来，棍子一打，哇，各位本来以为说他会打整个中国，对不对？结果没有，盟国先打，打谁？打墨西哥，打加拿大。结果大家往内一看之后，哎呦，好笑了，五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这几年中国对于整个美国的出口大幅减退，对不对？但总额是增加的。所以问题是什么？洗产地嘛。就绕到其他地方去。对，就洗产地嘛。那洗产地洗谁呢？原来最大是墨西哥，再来还是所谓的加拿大嘛。所以洗来洗去，目前呢，大概美国呢，大概他们就算一算，你们是谁这么可恶，赚我们这么多钱？所以目前算一算呢，墨西哥、加拿大、中国、欧盟、日本、韩国，各位再来就台湾了。所以我们台湾现在算一算呢，我们一年大概可以从美国赚到大概500亿到600亿美金。你认为川普会忍得下吗？所以川普再来会对付谁？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也不晓得啊。所以呢，大家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呢，简单的说哈，就是说把政治跟经济把它给分开来。政治上来说，很多事情是无能为力，但是大家要继续努力啊。为什么呢？你选票选不赢嘛。那继续努力的部分的话，经济上台湾的根基是在的，但是还是持续往前走。但现在呢，今年相对来说的话，很多你要保守一点。那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很多事情是川普回来之后你料想不到的。OK， 如果川普因为川普今天是美国总统，你现在看起来的话，除了刚刚讲在经济上，包括他对税，好，他关税会不会真的下重手？但廷辉，大家在看川普的就是第一个，好了。俄乌战争，他到底是不是他当选？他马上解决。另外一个就是两岸三地，包括美中台之间，美中一定未来还是一样。好了，大国较量就是这个样。那我们台湾呢？未来会有什么动荡吗？我还是延续刚博伟讲的哈，其实我对台湾是真的很有信心。而且啊，我们台湾就是一个台湾队的概念。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它不是一个传统什么农业国家或是什么像乌克兰这种国家，不是，它是一个移民社会，有很多种元素都在台湾出现，所以你要找到什么东西的话，你基本上很容易就找到，而且我觉得还是聪明，所以才会那么多诈骗集团，不是吗？聪明，所以你讲一些事情啊，就是说美国之所以为什么那么重视台湾，其实就是因为台湾现在整个在亚太、印太的地区的一个地位，整个是翻转过来的。那你如果是要比照俄乌战争来看台湾的话，我觉得也非常不妥，因为这种比照法是错误的比照法。那因为毕竟来讲，乌克兰内部贪污腐败一堆，你看到我们贪污腐败马上被抓起来，柯文哲马上被抓起来。你今天我还回想一下哦，年前的时候，这个黄国昌不是定勾机的时候讲说赖清德威权体制吗？独裁威权体制吗？我告诉你，如果是威权体制的话，你黄国昌还有在立法院可以投票投到国民党这边来吗？你可以在立法院通过什么选罢法、限速法、财划法的这些修正案吗？不可能事情嘛，直接到那边直接就给你打回票了嘛，就是像立法局一样的嘛。所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台湾是一个蓬勃的民主国家，那基本上没有谁比谁大的问题了，大家都一样大了，也没有谁比谁大。你任何一个执政者都一样了。你以后来讲的话，过几年你可能就下来了，或是过几年来讲的话，可能换个政党也不一定嘛。如果继续保持这种民主蓬勃的发展来讲的话，你觉得美国不支持你吗？如果他不支持你的话，他就自己自打嘴巴了。但是乌克兰自己内部贪污腐败的话，他也不算。美国还想要搞他的民主，可是川普就算支持我们，因为大家都觉得川普就是个生意人。川普会不会生意人生意到最后
你就不知道我的价值是不是被人家拿来当价格算。所以你在看他讲话的时候，到底是选举语言，还是真正的在执政之后要做的事情？这得把它分清楚啊。他不是说，我一上台之前，甚至在上台的前一天，我就把俄乌战争结束掉。他现在讲说100天，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知道困难度了嘛，当然，对不对？那个幕僚已经告诉他说，就不可能这样子做了嘛，所以他会把时间延长。那你今天要打台湾，打到台湾的话，他打到他自己，那什么意思呢？他也不可能就，所以我们讲说，整个台海局势的发展在未来1年当然很紧张，但是老共也不省油灯，中国他也知道整个状态是在哪里，而且如果他真的有些灭台计划了，你像最近来讲的话，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嘛，对不对？如果真的是犯台的话，地狱景象都在台海出现。那什么叫地狱景象？就是用 AI 了，刚刚敏宽讲了 AI 的部分嘛，然后再用所谓的无人载具、无人机、无人什么东西，因为你现在老共来讲，你下水饺一样的这些造船速度还是怎么样，大家以为比不上，但是其实像日本、像美国这边的军方都已经在讲一件事情了，我们不能从中国的那种方式来思考对付中国，我们从另外一种方式来思考它。那当然对付它的话，你一艘海军的军舰好了，我就用几个无人载具来把你击毁掉了。那这个无人载具它叫运算跟演算能力，这个运算跟演算能力来自哪里？来自晶片，来自 AI。那当然台积电就很重要，还有相关的其他的厂都很重要。所以我们想说这个军事上的作为就涉及到高科技的东西。任何一个时代的一个霸权的存在，都是因为掌握高科技。今天当中国它高科技已经被人家封锁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你今天还有什么样的？所以我都不觉得啦就是说台湾其实前面还有很多人等着被川普打。OK， 那但是如果台湾能够守住现在这种多元的样子的话不是走到那种独裁的道路去来讲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不用太怕。少平，你会担心川普未来对两岸之间就美中台之间会有任何的动荡吗？其实我根本不在乎民主党或共和党什么言论当选总统，很简单，一言以蔽之啦。我认为20年之内，这个那个老共还是在军事上是打不过美国的。当然，两大国也不会轻易的开启战端。老共有老共的问题啦。其实为什么要被杀掉？他的总理在游泳的时候被杀掉，因为那个是共青团的扛把子，那个下去就没有了，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反对习近平的第一个。这个那个老共还是在军事上是打不过美国的。当然，两大国也不会轻易的开启战端。老共有老共的问题啦。其实为什么要被杀掉？他的总理在游泳的时候被杀掉，因为那个是共青团的扛把子，那个下去就没有了，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反对习近平的第一个。第二个，不管川普不管拜登，看起来好像他做生意，而拜登好像世界警察对台湾特别好一些。其实什么叫一言以蔽之？就是今天我就谈美国利益，我就跟现在总统就是商人嘛，台湾丢掉对他利益影响太大。可是还有一句后话，如果丢掉台湾而可以让老共弱化崩溃到勒索的程度，他义无反顾丢掉台湾。这就是你可以说我是以美派，因为我一生就信奉10个字：反共不反中，亲美不媚美。我是亲美派。可是你亲他。卖他，你就很可能被他卖掉，所以在这个拿捏之中啦，当然没那么容易啦。可是我们认为，希望两个党提出多一个太左，一个太右，往中间走一点，对台湾好一点。OK， 阿淼，韩国的发展应该是在去年最跌破大家眼镜的。是，如果在国际上的话，对，戒严，跌破眼镜，对。然后总统被抓，然后中间过程大家还担心会不会发生内战的。是，这个时序整理给大家看的。这如果说是如果说有人写韩剧是这样，搞不好还很多人写太夸张。对，结果现实比戏剧更夸张尹锡悦他其实2022年5月才上任啊，但是很戏剧性的，上任不到3个月，民调就跌到24%。所以呢，他就职差不多2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韩国的国会选举变成朝小野大。那整件事情呢，就在变成朝小野大之后呢，12月3号，去年12月3号，尹锡悦宣布戒严的时候，突然一举激化到最高。因为我相信那时候，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晚上10点钟，突然所有的新闻台都在联播说韩国实施戒严。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看到即时新闻，想说
是不是这真的吗？是不是误传啊？怎么突然戒严了？又没有战争发生？其实那天很恐怖因为那天我们看现场是武装直升机直接杀进来因为第一个看到新闻想法是北韩动手了，对，要不然不可能戒严了，一般状况嘛。对。后来去查发现，整件事情里面，朝鲜到现在也没有动作，对，都是韩国自己在动作。因为宣布戒严之后，更戏剧化的。史上最短6小时，因为立法院里面这个国会里面这个国会议员翻墙也跳进去投票解除戒严之后呢，现在其实事情还没完，过宣布戒严之后2个礼拜，国会继续弹劾他，这当然宪法上的权利嘛，你这样胡乱宣布戒严，又是朝小野大的时候，如果给这个在野党过的这个关一定弹劾嘛，弹劾完之后呢，后来司法也动作了，因为呢，这个韩国的联合调查本部呢申请要拘捕这个总统，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有看到新闻画面12月底的时候，发了这个拘捕令，创下第一次现任总统被拘捕。过去我们看韩国都是卸任之后的总统可能有官司，第一次现任了之后有这个拘捕令，又更戏剧化，派人到了总统官邸要拘捕的时候。总统官邸的警卫处阻拦，这个是在这个今年到了2025 1月初，在国际上面大家又看了一个奇观了。阻拦之后怎么样？收兵过2个礼拜，到1月15号的时候，又再一次的到了这个总统官邸的时候，先逮捕总统官邸的这个警卫处长，然后逮捕尹锡悦。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外面看的时候，我觉得天哪！其实你看，第一个，朝鲜没有动手。第二个，韩国的社会没有发生什么非常这个剧烈动乱的事情，但是在宪政上面竟然可以发生这么多的史上第一次，我觉得这跟韩国的这个不管是执政还是在野之间这种所谓的把政治斗争上纲到超越国家价值，其实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们经常讲嘛，国家是大家的，建立一个国家并不容易，所以千万不要为了政争去动摇到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基础，否则你看，因为台湾跟韩国长期是国际上竞争的对手嘛，那你看韩国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之后，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当然我们看着旁边的邻居，其实自己想一想，我们自己国内的局势是不是朝野各党能够把国家放在第一位，然后把自己的政党利益放后面一点，不要让它演变说到现在这样子。其实尹锡悦的民调在戒严的时候降到最低，但是在过了这1个多月以来，现在又回升到40%，所以你看这个政局的诡谲多端，对于国家的发展影响多大？那希望说台湾不要发生这样的乱局。民主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于制度，不在一个个人。OK， 如果在于个人的话，就会出现这样一些的状况。南韩万幸，尹锡悦所有的计划没有成功。如果你从事后出来的所有的文件，如果照他原来的计划往下走的话，那北韩应该也会动手。对，因为你打我怎么能不动手？而且不要忘了，我的领导人叫金小胖，我怎么可能让你打我，然后我都不动？如果两边一旦动手，就不是南北韩之间的事情，就从一个地缘之间的一个冲突，会不会慢慢延烧到整个包括东亚到东南亚，甚或大概俄罗斯不会置身事外，那所有的大概全部都下来。一个人的一念之间就可能造成这样一些结果。好，那南韩事情到这样，川普上来以后，国际整个局势到底会怎么样？那去年一整年对国内政坛来讲的话，大家也经历了包括柯文哲啦，所有这样一些事情。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在未来国内真的能够国泰民安。对您个人来讲的话，如果在过去这一整年你觉得一切都顺顺利利的，希望能够开心的延续。如果过去这一年你觉得有任何一些不满意的，希望否极泰来。未来一年祝大家平安、健康、顺利。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新闻面对面，不只是明天见，我们明年见，拜拜。